美军为保护红海商船，建立新的反海盗特遣队进行护航，同时为打击也门胡塞积攒力量。乌克兰与美国签约的两国共同生产关键武器和交换数据的意向书，有相关细节流出。保加利亚坚定援乌立场。乌军 FPV 无人机再创纪录，摧毁俄军1.35亿美元的 S350 防空系统。下面请看详细报道。12月8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美国正在努力扩大现有的国际海上力量，以此来打击胡塞武装的袭击。在新闻发布会上，科比指出，美国正与39个国家合作，来加强联合海上部队力量。该部队的目标是打击海盗行为和非法贸易，以保护红海及周边地区的海上安全，确保国际水域的自由航行不受侵犯。科比称，近期红海商船袭击事件的增加是对国际贸易和航行自由的直接威胁。他强调，美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伊朗是这些行动的幕后黑手。随着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的恶化，亲哈马斯的也门胡塞武装早早就加入了对抗以色列的阵营，曾经多次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甚至还攻击过红海的商船、美军军舰。据美国军方披露，仅12月3日一天，胡塞武装就对3艘在红海南部国际水域作业的商船发动了4次袭击。不过，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阿后来只承认对其中2起袭击负责，也没有提及无人机遭到美国军舰攻击的事情。他对外称，也门武装部队再次警告所有以色列船只或与以色列有联系的船只，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他们将成为合法目标。不可否认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袭击红海商船，美国军舰出于自卫击落了3架无人机。这样高强度的对抗活动已经标志着与以哈冲突有关的一系列中东海上袭击正在升级。也门胡塞袭击红海商船对哈马斯有帮助吗？从地理位置上看，红海和曼德海峡是中东地区的交通战略要道，也是世界商业航运的重要航线。每年通过这里向世界市场运送的农产品石油高达数百万吨，是世界贸易最重要的节点之一。胡塞武装袭击商船的行为明显已经危及了这里的交通，影响到了全球贸易。胡塞武装通过干扰、控制曼德海峡以及对红海和以色列南部发动袭击。火力军大胆猜测，胡塞武装想通过这样的方式给以色列带来经济压力，试图破坏以色列的安全。因为即便是以色列也要使用这条路线进行贸易，如进口大量所需粮食，所以袭击如果一直持续下去，以色列船只或以色列货运船只的保险成本可能会持续上升，甚至一些因与以色列联系而面临风险的船只可能还会选择直接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选用更长的非洲航线或更昂贵的航空运输，这势必会影响以色列的经济乃至内部稳定。尤其是靠近南部红海港口、靠旅游发家的埃拉特小镇将因安全性问题长期受到损害。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对也门局势保持高度且积极关注。据美联社报道，在红海商船受袭后，白宫方面表示，美国将建立一支海军特遣部队来为红海的商船护航，其可能是在已有的反海盗511特遣部队之外，另成立了一个新的特遣部队。虽然并未透露更多细节，但是12月7日时，G7集团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呼吁胡塞武装立即停止袭击商船，不要再威胁红海国际航道。可以预见，美国组建海军联合特遣部队时，估计少不了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几个传统盟友。那以色列和美国真的会动手打胡塞武装吗？随着受胡塞武装袭击船只数量的不断增多，美国军方表示将考虑所有适当的反应。虽然没有详细说明，但火力军感觉是会有动作的。美国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袭击对国际商业和海事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他们危及了代表世界多个国家和国际船员的生命。之所以一直没动手，是因为胡塞武装拥有100万之众，且装备相对哈马斯来说更为精良。
若是贸然对胡塞武装宣战，中东的局势将会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和以色列应该都不想进一步扩大战争范围，所以当前还处于积攒力量阶段。下面是乌俄资讯，先说说最关心的原物资源问题。乌克兰和美国签署的两国共同生产关键武器和交换数据的意向书，相关细节被流出。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称，该意向书表明，今后乌克兰将获得在战场上取得短期成功，实现长期经济复苏和加强国防部门所需的能力。就是说，乌克兰国防工业要重塑，要本地化。意向书的签订将有助于在乌克兰建设生产设施，为军队提供武器，实现自给自足。特别是现在紧缺的防空设备和弹药，以及武器维修、维护服务等。具体的实施措施，据意向书表示，美国国防部和工业合作伙伴会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数据，来保证项目在当地的顺利开展。目前主要通过整合援助弹药来改进乌克兰武器库中过时的防空系统，之后再要与乌美并行生产这些系统，加快其部署速度，来帮助乌克兰保持防空作战状态。其进展，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长亚历山大·卡梅辛12月7日宣布，乌克兰已与2家领先的美国国防公司达成协议，将在乌克兰联合生产155毫米口径火炮弹药，以满足当前的需要。在援助资金上，拜登也再次呼吁国会批准用于对乌克兰超过6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同时，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也说，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资金有90%用在了美国本土生产原武器装备上，这为美国人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能让美国经济受益。因此，美国应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来维持这种双赢。想来大家也看出来，布林肯的这番话其意不言而喻，就是要说服美国国会批准新一批对乌援助拨款。此外，12月8日，保加利亚议会最终推翻了总统否决向乌克兰提供装甲运兵车的决定，批准保加利亚内政部与乌克兰国防部关于自由转让装备的协议的法律。保加利亚坚定了自己的援乌立场。据保加利亚媒体报道称，在表决中有162名议会代表投了赞成票，55名代表投了反对票，无人弃权。此次援乌的100辆装甲车是保加利亚20世纪80年代采购的，此后就一直存放于保加利亚内政部，从未使用过。同时，保加利亚还投票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各类防空导弹和培训 F-16飞行员和乌克兰士兵，也属于坚定援乌行列的国家了。在战果方面，这2天值得一提的是，据防务快报报道，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11旅的战士使用不到1000美元的 FPV 无人机，摧毁了俄军价值 1.35 亿美元的 S350 防空系统，成为继摧毁俄军一套道尔 M2 防空系统后 FPV 无人机摧毁的最昂贵目标。乌军的 FPV 4轴穿越机如今在俄乌战场上战功赫赫，能有如此表现，除用来投掷小型榴弹外，它还被改造成了神风自杀式无人机。根据乌克兰公开的数据和官方声明，乌克兰的无人机大军这个国家项目让国内的工厂和志愿者每天都会向乌军提供数百架无人机，这意味着每月乌军都有成千上万架无人机使用。虽然精确数据是保密的，但收到无人机的种类包括但不限于小型侦察 FPV 无人机、神风特工队无人机、重型无人轰炸机等。由此可见，无人机大战时代已经来临，乌克兰无人机大军的崛起将改变战争格局。而被摧毁 S350 防空系统，在俄罗斯的宣传中，其性能是要完胜美国的爱国者系统。该防空系统2019年才移交给俄罗斯军方。据俄方公布的资料显示， S350 将取代俄军目前装备数量众多的 S300PS 防空系统，采用和 S400 相同的 9M96 飞弹，具备与 S400 相同的打击能力，但是售价相对较低，所以性价比较高。一套勇士防空导弹系统由一辆50 P6A 导弹发射车做拳头，一辆50 N6A 多功能雷达车做眼睛，一辆50 K6A 指挥车做大脑，以及无线电中继站做耳朵组成。其中50 N6A 多功能雷达车虽相貌平平，但却是该系统的眼睛。它一改以往俄制防空系统探测雷达和制导雷达分离的传统技术路线，是俄军第一款投入使用的多功能雷达。该型雷达是 X 波段相控阵雷达，可以同时探测和跟踪40个目标，
并且选取其中最具威胁的8个目标，各引导2枚导弹进行拦截，探测距离约为200公里。而作为拳头的 50P6A 导弹发射车则格外引人注目，它有12个发射单元，能发射多种防空导弹，火力强大，在作战时能打出不同组合拳，是名副其实的防空多面手。其配备的 9M96 系列导弹是俄罗斯首款采用主动雷达导引头的现役防空导弹，最大有效射程为120公里，对战术弹道导弹的最大拦截距离为30公里，还可以拦截低空目标和隐身目标。其使用的垂直发射筒也可容纳4枚俄军新一代 9M100 系列近程防空导弹，所以 S350 能完美衔接 S400 远程防空导弹系统，其与 S500、S400 的配合将形成俄军空中防御网。据俄方的说法， S350 除对付一般飞行器、巡航导弹，也能拦截战术飞弹，最多可同时接战16架敌机，或是接战12枚战术导弹，对战机的拦截成功率在 90%， 对无人机为 80%， 对导弹为 70%。 可就是这样的牛哄哄的防空系统，还是被乌军无人机干掉了。或许真如大家所说，俄军善于吹嘘性能吧。当然，就算俄军没有吹嘘，乌军想要摧毁 S350 防空系统，手段还是很多的。如乌军还可以动用克制防空系统的 ADM-160B MALD 诱饵弹进行配合打击，将其摧毁。ADM-160 重量不到136公斤，可以模拟各种飞机和导弹的雷达讯号，从而迷惑敌方雷达，分散俄军防空系统的注意力，提高真导弹在地对空防空飞弹火力下的生存能力。5月份，乌军打击卢甘斯克俄军时，乌军就曾开始使用 ADM-160 转移了俄军防空系统，用暴风影巡航导弹完成了打击。之所以用无人机摧毁，是因为这是最廉价的选择，也不排除赶巧的原因。好了，关于美国是否会宣战胡塞武装、乌克兰的资源问题，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